随着索尼蜘蛛侠宇宙的最后一部电影《猎人克莱文》正式上映，索尼这个没有蜘蛛侠的蜘蛛侠配角系列终于惨遭腰斩，结束这场对于观众和制片方的双向折磨。而索尼这桩又赔钱又丢人的买卖也算是正式干到头了。曾几何时，粉丝们面对漫威端出的新版蜘蛛侠时，经常会嘲讽漫威还不如索尼懂蜘蛛侠。如今这索尼也算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论拍烂片，我索尼可不比漫威差。谁能想到这部改编自漫画克莱文的最后狩猎的电影，无论戏里戏外都是最后一次，成功消灭了自己所在的电影宇宙。今天我们就借此机会聊一聊索尼野心满满的电影宇宙是怎么一步一步搞成了这副鬼样子。在细说电影宇宙失败之前，我们还是先聊一聊本次的 MVP， 成功替观众干掉这个系列的猎人克莱文到底是何许人也？猎人克莱文最早诞生于1964年，是斯坦李老爷子创作出来的蜘蛛侠经典反派之一，也是首次将猎人的概念引入漫威漫画。大体来说，这个克莱文呢，就是个闲出屁的斯拉夫贵族，立志干掉各种大型猎物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般动物他也打腻了，决定把蜘蛛侠定位为自己的猎物，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反派之路。考虑到漫威一口气带走了新老蜘蛛侠的6位反派，克莱文在剩余的蜘蛛侠反派顺位里确实是靠前的，因为他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电影化机会。最早山姆雷米的老版蜘蛛侠计划里，他本来是要和黑猫一起作为反派角色在蜘蛛侠4里出场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蜘蛛侠4凉了。后来的超凡蜘蛛侠系列的后续计划里，也有让包含猎人克莱文在内的反派组合邪恶6人组悉数登场的计划，然后超凡蜘蛛侠也凉了。甚至在漫威电影宇宙的蜘蛛侠3部曲中，导演也曾考虑过让克莱文作为其中一部的反派出场，但有了2次前车之鉴，这次会发生什么也不用我说了吧。漫威电影宇宙最终放弃了原定计划，选择开启多元宇宙，于是反派也被改成了此前2个蜘蛛侠系列登场的反派。克莱文又被抛弃了，3次被提名，3次没得奖，村上春树都得过来给克莱文点根烟。最终在这么多年挣扎之后，克莱文只有在游戏《漫威蜘蛛侠2》真的登场成功了。虽然是毒液的陪衬之一，但姑且也算是实现了再次出道。由此也能看出，其实和绿魔、章鱼博士以及单飞的毒液相比，克莱文的人气其实还是有所不足的。多年来，漫威虽然丰富了克莱文的背景故事，但他的能力设计以及核心设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导致克莱文是个虽然得到了翻新，但依旧给人感觉十分陈旧的经典反派。而这也正是大部分漫威反派的通病，哪怕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翻新，但是当漫威电影宇宙的观众们习惯了复仇者联盟那样的宇宙规模特效大战以后，这些内核陈旧的经典反派们就难免给人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典型例子比如漫威版蜘蛛侠里，作为反派回归的秃鹰和神秘客，前者虽然告别了古造漫画小丑戏服一样的装备，人设也变成了被史塔克公司这样的巨企辞退，决定利用科技武装讨金的飞天垃圾佬，但依然给人一种很弱的感觉。毕竟蜘蛛侠第一次登场就是介入美队和钢铁侠的内战，跟一众其他英雄打了一轮，而神秘客也是这副下岗员工讨薪的设定，和刚刚领便当的紫薯精一比，给人的落差更大了。不过以上2位毕竟只是一部超英电影的反派，他们或许让观众感觉很没新意，很无趣，但天塌下来还有蜘蛛侠扛着，只要蜘蛛侠还在荧幕上，那电影就会有一个保底票房。好死不死的是，索尼的蜘蛛侠配角宇宙就是那个没有蜘蛛侠的蜘蛛侠衍生系列，而克莱文刚好没有什么特别的超能力，只是一个靠嗑药令自己力量速度耐力超群，并且衰老速度减缓的猎人而已。指望这样一个设定古朴的角色独自一个人撑场子，显然索尼把观众想得太凯子了。但索尼就是这么自信，他们觉得只要打出漫威系列和蜘蛛侠系列的名号，就能有源源不断的观众来送票房。
以上这些还只是抛开影片本身的质量来说，毕竟如果题材本身根本无法吸引来观众，那没人看的电影拍成什么样也自然都无所谓了。而毒液的成功给索尼制造了一个错觉，让他们觉得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去弥补角色人设上的时间鸿沟，让他们觉得可以把其他配角都衍生出来，即使没有蜘蛛侠出演，观众也会蜂拥去看任何蜘蛛侠角色的电影。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超级反派，毒液的人设足够丰满，无论是能力设计还是视觉效果，毒液从诞生至今都依然显得非常新。这么多年里大量的作品积累，给了毒液独自撑起一个系列的底气。甚至电影那看起来很新颖的剔除毒液暴戾的一面，强调反差萌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是漫画玩剩下的。漫画里甚至有毒液在艾迪和闪电之间犹豫不决，堪称脚踏两条船的渣男行为，这是其他配角角色没有的。而且索尼在制作毒液第一部时还找了凯文·费奇这个外援。在这种情况下，毒液3部曲总体上还是赚钱的，即便后2部口碑不行，但观众至少还能在电影院里看一些乐子。而同宇宙的其他3部影片连这点娱乐属性都难以实现，是非常纯粹的花钱接受拷问。再加上片方一贯的抠门本色，在如今电影成本高涨的情况下，其余超级英雄电影动辄1.5到2亿的成本。再看下图索尼这几部片子，也就毒液系列成本刚刚过亿，其余都是7到8千万晃悠。但索尼真的像现在各路消息说的那样，准备掀桌走人了吗？我看也未必。因为虽然所谓的索尼蜘蛛宇宙虽然基本上是凉透了，但对于索尼来说，他们其实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些年拍的这一大堆蜘蛛侠配角电影，其实只是一堆彼此之间有那么一些联系的独立电影。除此之外，索尼制作的2部蜘蛛侠宇宙动画都可以说是口碑票房双丰收，再加上还在拍摄中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暗影蜘蛛侠剧集，索尼很显然是不可能轻易从蜘蛛侠这桩买卖里抽手的。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漫威和索尼的合作协议当中，其实并没有要求索尼不能使用蜘蛛侠或者彼得·帕克，只是不能动漫威电影宇宙的荷兰弟而已。因此，无论是蜘蛛侠动画还是蜘蛛侠游戏，索尼才能大摇大摆地把蜘蛛侠摆到台面上来。但是这种情况下还前后拍了这么多烂片，只能说这也是索尼自己的选择了。明明这些烂片的成本加在一起，怎么也能够把超凡蜘蛛侠给续上了。只能说在让人失望这方面，索尼是从来不让人失望的。要我说，索尼不如带着漫威找一下远古，正好这3家公司不是内容难产就是烂糊。漫威又正好已经得到了远古的漫画授权，正在制作奥特曼和复仇者联盟的联动漫画，趁此机会3家合计，把这样的漫画搬上荧幕，搞不好都比他们近几年拿给粉丝看的东西有趣。